罕见，美国海军一口气出动了5个航母战斗群。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透露，在美军现役的11艘航母中，已有多达5艘航母处于部署状态，创造了近年来美军航母出动率的新高。同时让火力军感到惊讶的是，美国海军的后勤力量居然这么强，能同时支撑5个航母战斗群进行远洋持久作战和保持高机动能力，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下面请看详细分析。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发布的美国海军舰艇分布报告显示，处于部署状态的这5个航母战斗群分别是福特号、艾森豪威尔号、里根号、卡尔文森号以及华盛顿号。其中，福特号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将在地中海巡逻植被，对可能卷入地区冲突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威慑。里根号航母战斗群于10月26日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，目前停靠在菲律宾马尼拉湾。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则从美国西海岸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出发，一路向西，目前已进入西太平洋区域。最后的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在美国东海岸进入了部署状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据美国动力网站30日的报道，根据在线航班跟踪数据显示，在10月28日和29日2天，美军分别向中东派出了58架次与60架次运输机，其中包括 C-5M 和 C-17A 战略运输机。如此密集的空运行动，是否在向中东地区运送作战必需的武器弹药和作战部队呢？甚至有消息称，美国现役包括 F-22 和 F-35 等在内的隐形战斗机也在近期倾巢出动，分别飞抵美军驻中东、欧洲等空军基地进行待命。今后局势会如何，火力军会持续关注。不过让火力军感到惊讶的，还是能支撑5个航母战斗群作战的后勤力量。要知道，航母战斗群在执行远洋作战任务时，由于持续时间长，物资消耗量大，通常4到5天就需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补给，不然将会极大削弱整个编队的作战能力。尤其是油料方面，舰载机这个油耗子可是吃油大户。目前美军航母只携带9000吨燃油，而每架舰载机出动一次，平均油耗为8到12吨。按照航母一天最大出动120架次飞机计算，每天就需要940到1440吨航空燃油。而按美军的规定，航母航空燃油的储量是不能低于 50% 的，也就是说每3到5天就必须进行一次航空燃油补给。在舰用燃油方面，一个航母战斗群可携载42000吨燃油，以20节速度巡航时，日均耗油量均为2200吨。按照美军规定，编队舰用燃油储量不得低于 70% 到 80% 计算，相当于4到6天就必须进行一次补给。综合来看，美军航母战斗群一般每5天需进行补给，若在高强度作战环境下，可能2到3天就需进行补给。其他需要还有各类弹药、舰艇人员的生活物资等等，都是一笔不小的用量。一个航母战斗群尚且如此，这次美国海军一口气出动5个航母战斗群，可想而知美海军后勤力量的可怕。那如今的美国航母是如何进行海上补给的？目前美军的海上补给方式分为2种，即伴随补给和靠岸补给。后者没啥说的，就是在本土、海外基地到港靠泊后进行补给，而前者伴随补给则可细分为定点、映照和接力3个补给模式。定点补给时，战斗支援舰等补给船会提前跑到补给点待命，航母战斗群来了之后，各舰会依次脱离，前往补给海区进行补给，补给后重回战斗或返航。映照补给更好理解，就是航母战斗群那边呼你，我需要你，然后事先在集结区待命的补给舰船就会屁颠屁颠地跑到指定海域，与作战舰艇会合进行补给。最后的接力补给最复杂，它由3线补给舰船依次实施。一线为航母战斗群自带的战斗支援舰、综合补给船，随时可为战斗群实施伴随补给。2线为游船这样的单一物品补给船，它主要是从本土、中转基地、前沿基地出发，为1线补给船进行补给，较少对航母战斗群实施直接补给。3线由货船和商船组成，主要任务是将物资从战队后方运至中转基地或前沿基地，使基地始终保持足够的燃油储备量。虽然此类补给船运载量较小，但胜载数量多，在战时能形成类似蜂群的效果，达到以多制胜的目的。同时，租借商船的费用较建造补给船而言较低，更适合美海军当前的预算开支情况。以上3种伴随补给模式，目前美军为了提高战斗支援效率，主要采用映照和接力混搭的补给模式，
即由1线补给船提前出发，到指定海域接收2、3线补给船补给，然后等航母战斗群到后再实施伴随补给。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伴随补给时具体是如何操作的。不过在此之前要和大家先说一下，美军的补给舰船与主力舰艇不同，其所有的补给舰船都归属于军事海运司令部，旗下共设有4个地区司令部和1个指挥中心，即太平洋、远东、大西洋、欧洲、非洲军事海运司令部和军事海上运输指挥中心。想来此次5个航母战斗群的补给也都是由对应地区负责。美军伴随补给时的操作方式可分为航行横向补给、纵向补给、垂直补给3种方式，其中航行横向补给是最常用的补给方式，就是补给船和接收舰并排，保持同向同速航行，然后通过补给装置实施物资补充。其优点是补给速度快、品种全，就是对海况和舵手的操作水平要求高。纵向补给则是让补给船和接收舰呈前后状低速航行，通过舰尾进行补给。这种补给方式不易发生碰撞，适合在较为恶劣的海况下作业，就是补给物品比较单一，效率低，无法满足快速补给和一次性大量补给的需要，一般用于液体物资补给，所以美军目前正在逐步淘汰该种补给方式。垂直补给是美军独创的一种补给模式，通过舰载 MH-60S 运输直升机直接空投物资对舰船实施补给，一架运输直升机一次可装载约5吨的物资往返。按照美军航母一般搭载12架 MH-60S 直升机，补给舰一般搭载2架直升机计算，直升机往返一次可运送60吨物资。此类补给速度快、效率高，补给距离远，受海况影响小，适用于干货物资调运和伤病员快速转移。目前已经正逐渐成为美军航母战斗群主用的补给方式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航母在接受补给时，舰载机是无法起飞的。至少在3小时内，航母本舰将丧失远程打击、近程防空反潜的能力。而且由于实施伴随补给时颠簸较大，会造成战斧和标准3、6等大型导弹的垂直发射筒的损坏，所以美军宙斯盾补给舰的导弹补给都是要返回港口进行的。一般根据执行任务的特点、装载量大小，补给船可分为战斗支援舰、干货弹药船和舰队游船等，以执行美军是海运司令部的8种服务项目。目前美国海军现役的补给舰有30余艘，包括14艘刘易斯与克拉克级补给舰、16艘亨利 G 凯泽级补给舰，还有2艘供应级战斗支援舰。仅仅是补给舰的总吨位就已经超过了全球大多数海军的总吨位。战斗支援舰是专为航母战斗群建造的，实施伴随补给的大型、高速、多用途综合补给船，它由阿利伯克将军提出建造。目前美军供应级战斗支援舰完成4艘，现役2艘。分别为供应号和北极号。该型支援舰全长229.8米，全宽32.6米，满载排水量为49600吨，航速可达25节，以22节航速巡航时，航程可达6000海里。其可以进行舰船对接补给和直升机补给，配备有1个全面货物转运系统和货物控制中心，5个油料补给站和6个干货补给站，4个10吨级起重臂用于进行舰对舰补给。2架 CH-46E 海骑士或 SH-60S 海鹰直升机可实施垂直补给，整舰可装 2.05 吨燃油、1829吨弹药，以及406吨冷藏品和75吨的淡水等。据悉，1艘快速支援舰一次可携载1艘航母加1支舰载机联队加3艘宙斯盾舰，连续航行1万海里，飞行4000小时的后勤物资。同时，该型舰补给效率是单一物品补给船的3倍。而且为了提高战时补给船的战场生存能力，本级舰携带了多挺勃朗宁 M2 重机枪和一些小型武器。但在转到军事海运司令部前，该舰曾配备有1座改进型的海麻雀系统、2座密集近阵防系统、2门 MK38 机炮以及1套 ANSLQ-32 电子战系统等，大幅提高补给船的防御能力。可惜现在都被拆了。不过美军目前正在积极探索使用航母为航母战斗群实施弹药补给。美军曾在2019年8月12到15日，在艾森豪威尔号、斯坦尼斯号航母以及佩里号干货、弹药船间进行了实验。若是未来能投入实战运用，其航母的瞬间攻击能力将大幅提高。干货弹药船本质上是一种穿梭补给船，就像前面说的，干的活就是从本土基地到前沿基地，向伴随的战斗支援舰进行补给，亦可作为伴随补给船，直接为作战舰艇补给干货和弹药。目前，美军现役的刘易斯与克拉克级干货弹药船14艘，
该级补给船长210米，宽32.2米，吃水9.5米，满载排水量4.5吨，最大航速20节，可装载6675吨干货、3442吨油、200吨淡水等各种货物。为了更好地支持各个舰艇的行动，该舰还可搭载2架补给直升机。最后的舰队游船，其任务和干货弹药船类似。目前，美军现役凯泽级油料补给舰16艘，长206.5米，宽29.7米，吃水10.7米，满载排水量4万吨，最大航速20节，可装载18万桶燃油。每艘船的补给装置设在中部，有5个燃油补给站和2个干货补给站，可同时为2艘舰船实施油料补给。补给速度为柴油3406立方米每小时，汽轮机燃油2044立方米每小时。此外，由于该级船还拥有2个干货转运平台，可运载和转运新鲜的冷冻食品以及其他材料。综上所述，美海军就是凭借超过了全球大多数海军总吨位的补给舰队，才让自己的航母战斗群拥有远海持久作战和保持高机动的能力。好了，关于美军5个航母战斗群的出动目的以及其优秀的海上补给系统，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